呢個係一間極其特別嘅餐廳。喺3年前，楊國雄辭去咗餐飲集團主廚嘅高薪工作，選擇喺呢一間識食堂度長學。走埋啲鯇魚嘅。我哋主要服務對象就係啲公公婆婆啦，低收入家庭嘅人士啦。呢一間餐廳嘅特別之處就係用即將過期或者係贈送嘅食材做盒飯，而所有嘅盒飯都係免費派送嘅。喺繁華嘅香港背後，每6個港人就有1個人活喺貧困線以下，有啲老人甚至一日只能夠食到1餐飯。但同時，香港每日有3600噸棄置嘅食材。喺7年前，回收食材再加工嘅識食堂應運而生。姐姐你好，請問有冇訂嘢送啊？好，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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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多謝晒啊！識食堂從有自己製作盒飯嘅廚房開始壯大。作為曾經嘅高端餐廳主廚，楊國雄太清楚食物係點樣被浪費。如果你喺食肆出邊做咧，你咁肥啲人點會要啫？點會食啫？你睇下咁大嚿嘢，可能得咁少啊用得嚟，所以呢啲佢哋唔會用啊，佢哋捐俾我哋。要令到呢一啲非優質食材變得營養美味，最關鍵嘅就係要做好食物挽救嘅源頭工作。我哋頭先收咗3個地方㗎啦，2個跑馬地咯，仲有個西環咯。會展中心剩餘嘅熟食、超級市場賣剩嘅果蔬同臨到期嘅凍肉，從早到晚，義工們以最快嘅速度搶救可再食用嘅食材，幫我哋切啊、洗啊、搬啊、得啊咁樣，日日都嚟嘅喎，有啲仲係佢嗰啲冇錢嘅喎。收翻嚟嘅肉菜經過層層篩選、分揀，再送到識食堂嘅2個中央廚房。主廚楊國雄攞到食材之後，並唔會第一時間開爐，而係攞出筆記本。食安咧會留意翻呢度嘅日子嘅，因為有陣時未必夠貨噶。好似我出北菇雞，未必嗰日夠北菇雞俾我出嘅。咁如果真係唔夠咧，或者我變咗雲耳雞咁樣咯，或者變咗榨菜雞咁樣咯。所以一定要諗多1-2個。理清晒食材嘅品種、類型同新鮮程度，再經每週嘅例會嚟制定菜式。呢個唔尋常嘅管理方式延續咗7年。係攰嘅，但係都開心嘅，開心嘅，做得起勁。呢度你見到我哋都冇停噶，你見到我哋都冇停。但係呢度諗起啲受惠者，你即係會盡心啲做啊，盡心啲做。每日早上8點，識食堂嘅後廚就開始高速運轉。喺短短嘅3個鐘頭入邊，喺100幾平方嘅廚房，楊國雄要佢哋變出8000個熱氣騰騰嘅飯盒。唔係按菜單採購，而係根據或者完全唔夾嘅材料嚟製作菜式。呢個係做識食堂嘅主廚最大嘅唔同。同時，繁瑣嘅食品處理工作亦都嚇退咗唔少嘅同學。我哋做啲嘢就係比較繁複啲嘅，又好有耐性咯。呢個位曾經請咗成年咧，不停咁轉。今日午餐嘅主角係白汁粟米腸仔煨肉粒。呢個菜其實同話咩特色嘅？最主要我哋收翻嚟咧。材料咧就係需要咁樣配搭嘅啫，淨係已經俾腸仔啲婆婆食咧，又好似好寡同埋好單調，又唔係幾健康咁啊！出面做咧就會再加啲雞粉啊，加啲糖啊咁樣，咁我哋就唔需要啦，因為本身個汁同埋粟米都好有味，咁我哋唔可以太多汁嘅，因為點咧？我哋要入翻落焗爐咧，如果你太多汁咧，佢飆晒出嚟咧，我哋執茶粒嘅時候咧就會好論盡。雖然係根據回收材料搭配食材，楊國雄同樣注重健康。一份枸杞雲耳蒸肉，清清爽爽。免費嘅食堂並唔影響細心嘅定製，特殊菜式喺呢度一一分類。
隨住附近嘅老人陸續咁到嚟，楊國雄同一班同事開始咗一日當中最為繁忙嘅時刻。如果我哋有綠色菜咧，我哋呢個世界綠色菜，底角咧就係白色菜。熱飯送到老人家手上面，要保證每一份嘅溫度係一場考驗。有陣時啲飯我哋都要試下睇，唔會太乾或者太爛。如果個溫度唔夠，啲細菌都會滋生㗎嘛。希望可以做60零70華。11點30分，部分盒飯被一班義工派送到社區，而另外一邊，老人們已經開始食上愛心飯菜。喺7年入邊，惜食堂已經回收超過4800公噸嘅剩餘食物，派出620幾萬份愛心餐同食物包。楊國雄用自己手上面嘅大殼，同一班伙計一齊踐行惜食嘅意義。留意翻 post 嘅太太咧係唔食得 selfish 嘅。留意6點半鐘3位 table 2，客人係揸拐杖嘅。OK， 完。好，散會，唔該晒。作為米其林3星餐廳嘅主廚，梁經綸絕對係個另類。呢一個40歲先轉行成廚師嘅前防噪音工程師，只係用咗6年嘅時間就入榜米其林，並且從2014年開始陸續摘得米其林3星。其實好多嘢做嘢係通嘅，你做嘢、煮嘢又係創意，全部都係創意。創意係梁經綸餐廳嘅靈魂，可能正係因為冇受過任何正規訓練，梁經綸嘅菜單入邊總可以見到意料之外嘅居心。佢希望超越客人之前體驗嘅口味邊界。我係廚魔，魔咧就中意反人嘅。原本係凍嘅就係熱嘅，甜嘅就鹹嘅。呢個係味覺嘅魔法遊戲，菜品只有放入口入邊嗰一刻，先真正確認佢嘅味道。運用膠囊技術，將海藻酸鈉同鈣嘅反應形成一層薄薄嘅膜，包住高湯嘅一道美食，美貌當中暗藏智慧。你估呢個咩嚟㗎？呢個係我嘅分子小籠包。咁小籠包咧，點薑，用啲醋醃到一啖一食。分子小籠包不改皮薄汁多嘅本質，爆汁之後，陌生嘅熟悉感令人回味。其實大陸咁大，咁多唔同嘅城市，咁多唔同民族，同埋咁多唔同嘅食材，咁我食翻中國嘅靈感咧，我會好 proud 嘅。日本乾包，有啲菜品貌不驚人，但卻係從未嘗過嘅全新味感。廚魔有個話句，味係王，所以最緊要好味。我做一件嘢，一定有諗，希望會有機會攞到3星。如果你唔知道咩叫好食，你點樣可以煮到好食嘢出嚟咧？一定會去第啲米芝蓮餐廳食嘅，咁可以攞靈感，但係千祈唔好抄，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抄係好醜嘅一件事嚟嘅。呢個係坊間唔可能試到嘅腸粉，睇似正常嘅內裏塗滿咗黑松露。呢一種中菜為體、西菜為用，淨係加拿大出世、倫敦長大、香港背景嘅梁經綸所最擅長嘅。日本牛肉、法國黑松露，想攞翻個街邊嘅 feel 嚟，咁有呢啲鐵碟嚇，咁就有啲蠟紙啦。我哋香港咧就好中意用牙籤我嚟篤腸粉嘅，咁所以俾翻呢個篤腸粉嘅感覺你。
香港咧3大名菜，我覺得咧就係客家菜啦、三文魚就用梅菜醃咗佢先嘅。第二個大菜就係潮州鹹梅汁日本Hokkaido帶子。第三粵菜一個加拿大嚟嘅牡丹蝦。伴住味道而嚟，就係一種時光嘅穿越。咁我哋細個咧就好中意喺香港仔度食海鮮嘅，呢個就係香港仔嘅味道啦。香港仔係梁經倫盛滿童年回憶嘅地方，呢度好可以滿足兒時嘅好奇同埋為食。舊時我記得佢細個嗰陣時咧，就呢啲全部都係船上人嘅，到呢度有白灼蟹、有蟹啊。梁經倫因為實在係中意鑽研美食，只可以喺屋企入邊煮菜招呼朋友。我好中意請客，好中意 show off 㗎。佢請咗啲朋友成萬幾蚊一圍㗎啦。咁嗰時你都唔識做廚，你買嘅嘢乜都係貴㗎啦。未上過嗰啲廚師學校，未拜過師。咁我煮咗出嚟，咁佢又覺得好食，話哇仲好食過餐廳喎。咁我話好蠢嘅信佢嘅。所以如果咁樣諗，唔係話嘥錢，唔係話用好多錢請人食飯。其實呢啲時間咧係俾自己練下習，俾自己一個信心。就係咁。從未接受過正規廚藝培訓嘅梁經倫，從屋企開始咗佢嘅廚藝生涯。係好後期先，人哋嗰個請唔到廚師先揾佢做嘅啫。一隻腳踩入咗飲食江湖嘅佢，從熟悉嘅食材價格開始。幾錢一斤啊？你唔送貨㗎就買。送貨㗎，喺度買。俾張卡片我得唔得？真係好香啊！舊時咧呢度全部滿晒船啊，啲疍家人喺度住㗎。你諗下，朝頭早起身見太陽，又可以食新鮮海鮮，哇冇得頂！梁經倫並唔係唔知道疍家人嘅辛苦，只係同時打理包括上海米其林一星在內世界各地嘅10家餐廳，日程表排得非常滿。見到漁民簡單嘅生活，霎時有啲向往。大鑊星最多華人主廚嘅壓力，令佢只能夠依舊選擇忙碌。第一個餸 set 好晒喺度 ，OK。第二個餸你都係 set 好晒喺度㗎啦。咁第三個餸咧就俾15分鐘 warning 你 ，OK。你一 delay 咗咧，你就冇咗15分鐘嘅係好大個 delay，OK。俾啲粉嚟唔該，啲粉喺邊？唔好落住啊，唔好落住。點解有啲有水喺度㗎會？用啲紙抹晒啲水出嚟。冇方冇蒸。喂，要加氣，有冇加氣？一入到後廚，一切嘅唔完美都令到梁經倫難以忍受，佢變得敏感同埋發脾氣。你唔信得過我就唔好揾我做。OK， 我要6個 macaron， 俾鉸剪，但要碟要成要牙籤。有冇呢啲 touch shell 喺度啊？仲佢喂，你叫佢攞啲 pastry chef 乜撻都得，叫我攞幾個撻落嚟，得。但係你即係總之你到時你同我搞掂佢啊！因為諗法多樣，有追求極致，梁經倫每日只係瞓4個鐘。你越快 understand， 你咪越快可以變咯。最緊要係要用腦嘅啫。如果你個人識用腦咧，你做咩都成功嘅。梁經倫最中意做嘅事就係隨處觀察，令到靈光湧入腦海。佢獨創嘅菜式，正係佢感知世界之後嘅表達。作為老牌5星級酒店嘅行政總廚，張志強雖然製作過無數國內外政要來訪嘅宴席，但係呢一次準備嘅博古斯世界餐飲大會就有啲特別，因為要招呼嘅包括米其林星級廚師嘅同行。喺4個月前，菜單先啱啱敲定。最終，張志強喺5道菜入邊負責1道湯。佢決定用傳統湯料嚟煲一鍋豪華嘅老火靚湯。加埋有成15、16種嘅。嗱，好似魚肚啊，所以有啲咧就唔係咁襟煲嘅。咁我哋會分開個火候嚟煲。
翻滾中嘅老火湯將會喺4個鐘頭之後供應俾現場嘅賓客。溫度係粵菜比較講究，點樣令到全場600位賓客品嚐嘅時候入口啱啱好？呢個係一個需要配合嘅大工程。阿希，你除咗攞嚟之外，睇下幫我手下個個有冇係咪齊晒？我哋一陣間再滾翻去。唯一滾翻肯定夠熱度啊！基本上出到都仲係辣嘴啊，可以多都唔多好多啊！The first cuisine is called steamed chicken with black shell. 終於輪到張志強嘅一品天香湯登場啦！唔等於你話做慣咗你要放鬆，你每一次都係當係第一次咁做，個人咁樣繃緊咗咧，咁你啲嘢先會相對會去穩定同埋唔容易出漏咯。做咗24年行政總廚，比起呢一啲大型宴會，張志強更加重視自己喺工作當中嘅日常。傳統菜嘅製作最考驗主廚，因為既要尊重原來嘅配方，又要適應現代人嘅口味。張志強喺傳統粵菜嘅看家菜式烤乳豬嘅肚入邊做起咗文章。有米豬喺粵語裏邊咧，即係有錢咁嘅意思啊！呢個係意頭，我哋係用糯米啦、粟米啦、野米啦、蝦米啊、薏米，有成7種嘅米咧，加成10幾樣嘢咧，做成呢個餡，去釀落一隻乳豬裏邊。咁我哋就係想喺原有基礎上有所改變，所以我哋選材咧要用5斤半左右嘅乳豬。唉，其實我哋做師傅啦，好辛苦㗎，特別你哋做燒臘咧，7個爐開晒，成50-60度都幾係。講起入行，1984年，廣州啱啱先開始有第一家涉外酒店。呢個時候，18歲嘅張志強正喺2個單位之間選擇。嗰個時候好多人比較貧窮啊，揾多啲錢啊，同埋食得好啲，對於我嚟講係一個首選嚟嘅。如果一比較之下，咁當時海關嗰度係得幾十蚊，咁花園嗰時當時都成零頭都多過佢咯，100幾蚊。啱啱踏入廚師行業嘅張志強對烹飪學習得好痴迷。啱學咧，樣樣都好好奇啊！有啲嘢真係唔識。當時係個總廚嗰個香港師傅，啱啱入到嚟，因為佢好嚴格對我哋，咁佢覺得係邊個喺度偷食咧？誒邊個咁大膽嘅咧？如果佢認為我咧，就當時一定係炒咗我啦。咁我都好多謝我廚房個師傅，佢就自己承擔咗落嚟咯。咁如果當時冇人理我係我，咁我就俾人炒咗啦。嗰陣時嘅廣州5星級酒店嘅總廚大多嚟自於香港，咁啊，所以當時我哋都係要跟住佢哋做嘢啦。喺香港師傅營造嘅氛圍入邊，粵菜根基不變，但口味就發生咗變化。香港嘅師傅帶嚟嘅咧，夾雜咗一啲西式嘅、日式嘅好多原材料啦、調味料啦，同埋一啲唔同嘅口味，相比當時嘅所謂傳統嘅粵菜，佢係會多好多新鮮嘅嘢咯。喺眾多名師嘅指點之下，好快好學嘅張志強開始喺廚房獨當一面。1989年，23歲嘅佢喺一家外資餐廳做行政總廚，主打新派粵菜。90年代進入有58年歷史嘅東方賓館，呢一做就係25年。喺紐約最出名嗰間中餐廳，咁後尾翻到嚟，咁我自己先調咗個味，然後按照自己嘅思路再搭咗啲香料添，我感覺啊更加豐滿啦，亦都適合呢度啲人食。
無論係自己創新嘅炒龍蝦，定係傳承咗40幾年嘅名菜士師雞，佢都會鑽研出屬於自己嘅一套烹飪方法。好嘅嘢咧，一定要傳承落嚟，但係咧傳承之中亦都要有啲改良創新。無雞不成宴，廣東民間各類雞場暗藏絕招。張志強工作之餘，最大嘅愛好就係探訪食材本源。聽講台山有種雞會上樹，張志強準備一探究竟。一層層佢自己飛高啲，再飛高啲一路。係，越高越師傅。喂，你睇住，你睇啲炸彈啦，睇炸彈啦。冇。佢呢啲咧，嗰啲爪咧，真係掌咁抓住個樹丫，咁佢跌唔到落嚟嘅，佢瞓成晚都得噶啦。生蛋咪跌落嚟唔跌爛？唔會，基本上我啲雞咧，會俾啲蒸到入邊食咗，會切咗。所謂嘅傳統，無非總係有一啲人對呢種味道念念不忘。一個好嘅主廚，總可以發現每一代人到底點解先會念念不忘。首先你做一個廚師，你會去到一笪地方，點解好唔好食咧？係師傅啊，定係原料啊，定係佢本身個地域出到嚟嘅嘢係咁樣樣啊？有好奇心，你就要好學啦。咁你學下點解會咁樣？點樣可以做得更好食？同埋佢本身呢個做得好食，你諗下點樣可以做得更好食？沒有，裝飾蛋糕的，所以一定要嚴格。身着古裝行走喺街市嘅浩兒，從來都冇覺得有啲咩唔自在，就好似佢自創嘅養生蛋糕，喺人哋睇嚟係異類，只要自己認可，咁就係正常㗎喇。作為自學成才嘅糕點師，做蛋糕嘅初始原因，只係為咗自己屋企嘅妹。就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去不同的小餐廳去收錢，基本上每天的工作時間結束就是晚上11點、12點。吃東西基本上一日三餐沒有個正點。浩兒係陝西渭南人，同阿妹嘅感情由細就好深。但我爸那時突然間就不在了，家裡實在是困難哈，我就遠遠的看到一個小小的小孩，嗖跑過來，那個杏子給我的時候，我拿起來一看哈，都是口水牙印，肯定是好多次想吃，但是沒捨得吃。他把這杏子留給我。阿妹中意食蛋糕，但奶油色素係咪用天然食材代替呢？學醫出身嘅浩兒一頭扎咗入呢一個想法，但就發現無處可學。老師就覺得不可能啊！你沒有麵粉，沒有糖，你還不用奶油，那你怎麼可能做蛋糕呢？所以我乾脆就沒有再找老師了，自己去研究食材的特性。比如說，你像葛根，它是容易粘在一起的，但是呢，杏仁粉呢，它是容易發的，烤出來的東西不成形，那麼就利用它們之間性狀的互補性。浩兒發現研究落嚟好唔容易，材料配比正確，但係口感又喪失咗。半年嘅時間，上千次嘅實驗，面對嘅依然係失敗。你做成左一點右一點都可以，但是你要做到好呢，它是真的有一個黃金比例吧。終於有一日，一時異想天開嘅一條方，反而做出咗模樣同味道。醒了之後說，哎，我這個想法看看行不行？2點鐘去搞的，搞到3點半，整體的粉的東西只差了5克，你就剛好你不小心找到那個比例，成了。浩兒為配方申請咗國家專利，並且喺廣州正式開始咗糕點主廚嘅生涯。好快，貪靚嘅浩兒唔滿足養生但素顏嘅蛋糕。喺4年前，佢開始為蛋糕設計景觀。哎，大家都來一下。好，來吧，大家看一下。客戶呢希望我們做一個長的山水蛋糕。我突然想到呢，可以做一個山水的長卷。好看，但是難做吧？應該。我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要求，就是要出現廣東特色。所以我覺得陳皮肯定了。我們到時候把陳皮和黑芝麻做成2合1的。老大，你加油！妹妹心痛家姐，所以捱夜早起嘅生活。 ，如果可以自己上嘅，都會俾家姐唞下。凌晨5點，
佢同一班姑娘就開始忙啦。5個鐘頭之後，1.3米咁長嘅蛋糕坯終於完工啦。為咗味道嘅層次，唔用麵粉嘅蛋糕工法更加之費時複雜。偏愛新會陳味嘅浩兒，總可以將呢一款廣味材料恰如其分咁用上。這個下面呢是陳皮和黑芝麻，上面這個是陳皮蛋糕，兩個是一體烤成的。呢一場全新嘅現場製作喺食材安放上台嘅嗰一刻，考驗先啱啱開始。浩兒可以將簡單到近乎塗鴉嘅圖紙變成山水景觀蛋糕嘛？先挖河再鋪山，憑藉住想像穩步咁推進。你想好了哪一些可能可以，但實際上你去發現那個樹或者那個花，比如說比例不對啊，顏色不對啊，其實是最大的壓力。微觀造型全憑手上控制，唔容得有半點失誤。天然食材容易氧化，一旦出錯，就連重新嘅機會都冇。姐，我先把這一段的可可粉先篩上啊。嗯，拿小篩篩，那麼大的篩得到處都是。那就拿這個吧。用可可粉裝飾大地，用抹茶粉嚟分落高山，一場別樣嘅綠化工程正喺度展開。植樹造林，福澤萬代，咱們這都。喲，感覺好像租來的，急着還一樣。幾千次嘅彎身之後，高山植被喺指尖之下逐漸長出咗模樣。哦，終於完工了。方寸之間，山水流轉，牛油果混合鐵棍山藥嘅路面，黑芝麻陳皮嘅山體，椰蓉酥嘅山丘，釋迦醬嘅碧藍湖底，藍蝶豆花嘅清澈湖水。好難想象佢個製作者冇任何美術同廚藝功底。都捨不得吃了。我再給你切一塊小。好吃，我覺得這個蛋糕鬆軟。這個蛋糕呢，因為它沒有麵粉，沒有白糖，沒有奶油、黃油、色素，隨便吃。因為崇尚傳統養生哲學。佢終年着古裝長衫，佢嘅糕點亦都長成佢中意嘅東方模樣。浩兒透過味道見到自己。味道有時會成為時間同記憶嘅唯一符號。瑤山延續600年嘅盤王節。除咗歌舞，傳統美味則係另外一重期盼。深藏喺重重山巒之中嘅馬頭涌村，瑤族大廚盤建三選擇成為味道嘅傳承者。佢準備嘅係一道瀕臨失傳嘅瑤家美食。仲沿襲住傳統農耕嘅瑤族山區裏，一塊完整嘅牛皮並唔容易獲取。喺1個月前，盤建三就好早咁開始尋摸。水牛比較厚，黃牛呢，它做起來的質量比較好。一張完整嘅新鮮嘅黃牛皮，重達60斤，濕濕滑滑，想要完整咁剪平並唔容易。晾曬咗1個月嘅牛皮縮水到23斤，
並且將佢做成非遺美食牛皮酥。牛皮成為食材路程當中嘅起點，就係燒製去毛。好的肉就給賣掉，剩下這個牛皮啊、牛雜啊這些，沒人愛吃，就只能夠把它風乾。當時也沒發現這個東西是能吃的，有親朋好友來了嘛，沒有東西可吃，哎，拿下來烤烤，拿那個木錘敲敲，再一煮，發現這個味道不錯。燒製嘅過程好嚴格，需要即燒即烤，要不怕燙才行啊！如果吃了錘，膠原蛋白就很硬，再錘下去的時候，它就全部碎了。錘完還要爆，太麻煩啦，所以現在的年輕人都不願意學啦。8個小時嘅浸泡，呢個時候歷經磨難嘅牛皮先算完成食材身份嘅轉化。那年呢就剛好中三畢業了，當時呢就掉了好像78斤吧，好不容易才回到家。從那裡開始，我就想，真的必須想辦法，一定要走出去，一定就不能夠再做這個事了。能看到的就在外面那邊最遠的那個山下去那裡還有，然後這山背後那裡還有。行出去嘅盤建三帶住廚師手藝翻到故鄉，傳承咗窯菜，成為村入邊嘅頭號能人。村入邊嘅人有咩大小事都會揾佢攞主意。其實你慣住多啲外邊有面啲都本嚟個咁樣隔離變掛啲未夠當嗰種講，加上佢啲龜頂嗰啲頂咧，都ăn giòn với sao nó đẹp nó không nổi nhung. Mình cặp thì còn một tiếng muộn lúc đàn á. Nó này cô lang mình ra mà cười giăng cái cười rồi phê lại mới có mình comment lòi hà chịu ai chứ mình chấm nó.一大早，盤建三開始邀請客人。今年請客嘅對象有啲特別。翻嚟你愛上得啦，愛上我小料。對啦，隔離翻嚟愛上得啦。對於籃球場嘅修建，對地無3尺平嘅山區係件大事。盤建三明白，冇喺節前如期完工，鄉親們嘅心就有啲唔好啦。這個球場很多該讓地的讓地，村民呢也付出了不少。我想給他們鼓鼓勁。村入邊嘅大小事，盤建三嘅媽媽都好清楚。個仔要辦件好事，佢更加要幫手啦。媽媽呢，什麼事都操心，在村裡面紅白喜事啊，她都能去幫我們去協調好、處理好。村入邊而家年人均收入7000幾蚊。比起之前嘅苦，生活已經好咗太多啦。20多年前呢，回到我外公外婆那裡吃飯，外公呢就將那個煎豬油那個豬油渣就給了他，他一直都不捨得吞下去。吃完飯了以後，回到家裡還含在嘴裡面。如今嘅宴席，肉菜絕對唔罕見，不過眼睇就嚟開席。大菜豬手仲好堅挺咁瞓喺個鑊度，盤建三有啲煎熬。初邀親熱誠，最黃金嘅製作時間留俾今日嘅主角牛皮酥。牛皮酥嘅最佳伴侶係炒過嘅乾黃豆。經過燜煮嘅牛皮同黃豆有住同樣筋道嘅口感，最後再灑返另外一味必不可少嘅神秘香料谷料。呢個時候色澤金黃、香氣四溢嘅牛皮酥先算大功告成。習慣忙碌嘅鄉親們，明明係被宴請嘅對象，但每個人都好自然咁揾到自己可以做嘅嘢。豬雜湯、芹菜蒜段燒土雞、黃花菜蒸腐竹，
呢啲喺當地好地道嘅姚家菜，終於一碟碟咁上台啦。嗱，我見過佢啊，電話音好，他哋同都係南方人，嗱，我都係跟晒咗，換下樣，嗌嘅換葡萄我嗌你度條，而家佢睇人都俾你條咗，好，開咩啊？小公話就打住啦，班村民只要聚埋一齊，就非常熱鬧。喺重重嘅山巒間，喺冬日嘅篝火隔離，呢一個小小嘅村落，因為香廚盤建衫，凝聚成一個溫暖嘅光點，正如佢哋嘅祖先曾經做過嘅咁。喺廣州嘅最南端，大珠江出海口處，停泊住龐然大物入邊，將展開一場場嘅美食盛宴。你嗰時候他在裡面就可以。作為最早喺郵輪工作嘅元老級廚師，羅南昌同佢嘅360名同事一齊，要負責3000幾位遊客嘅飲食。就基本個你要怎樣做，這你要明白啦。水果全部要洗乾淨。我哋嘅美國標準衞生會每個禮拜會過嚟檢查。作為餐廳嘅靈魂人物，主廚們要決定餐廳嘅出品。試咗張菜單啦。喂，花魚幾大條啊？啱冇？你牛展做咗未啊？松子魚、盤菜。盤菜我做，燉湯我做。兩樣你做。今年60歲嘅副總廚羅南昌係馬來西亞人，已經喺船上工作咗30年，長年同唔同地區嘅廚師打交道，英語、粵語、客家話、潮汕話，羅師傅張口就嚟。一隻包圍，一隻魚我攞嚟裝乜雞啊？裝魚筍咯。這裡是中央廚房，廚師有馬來西亞、有中國、有印尼、有緬甸的，還有菲律賓。我們請的廣東師傅比較多。哦，5 for the cool for the passenger also。我哋後尾開有 break。喺呢一座移動嘅5星級酒店廚房，同地面廚房最大嘅唔同就係冇明火，所有嘅食物烹調加熱都必須要用電嚟完成。特別安全。我們的電力也是很夠，而且熱得特別快，它一下子上到180度。電爐溫度高，雖然可以滿足廚房烹炒煎炸嘅各班武藝，但係對於講求鑊氣嘅食客嚟講，或者係唔太圓滿。擅長炒鑊嘅羅師傅用咗成世電爐，做咗太多令食客讚歎嘅美食。佢唔單止覺得口味完全冇差別，甚至更加偏愛用電爐。因為酒店嗰啲廚房行煤氣特別熱嘛，因為我哋船上得乜行電嘅，廚房又冷氣又成，又唔會熱。扒房吱吱作響嘅牛扒，歡快蠕動喺鐵板燒上面嘅海鮮，仲有廚師們花哨賣力嘅表演，組成海上引人入勝嘅樂章。不過喺郵輪最被重複喜愛嘅音符，通常係粵菜。專做粵菜嘅羅師傅，唔知喺海上帶出咗幾多徒弟。而家啲後生仔全部上嚟嗰啲20零歲啊，今晚我哋當個仔咁教導咯。一直很油，現在好多了。羅師傅嘅一對兒女早就已經做咗嘢。或者係想彌補少陪個仔女嘅遺憾，羅師傅特別偏愛呢一個嚟自河北嘅小徒弟。今日佢要將客人經常點嘅菜式再演示一次。
我们说的松茸炒一块，不可以炒过火，而且松茸的味道在那边，吃起来特别香跟滑，啊，知道吗？明白。星夢郵輪喺大海上飄蕩，後廚不斷生產，美食驚喜24小時逐個盛開。但郵輪食客對餐飲嘅期待值會比主廚們更多壓力。你冇再攞過啦，冇問題㗎嘛？美食嘅每位製作者每日都喺封閉嘅倉體空間，感受唔到日夜交替嘅變換。佢哋唯一關注嘅時間係幾時食材要補給。因為我哋船上每一水我哋都有3500至4000個客仔，我哋今日我哋上貨上菜啊、肉啊、海鮮啊，一個星期入2次咯。郵輪上做嘢半個月先可以休假1次。羅師傅慣常嘅休息方式就係望住個海。在廚房太久了，就是時間來外面吹下海風，在船上也有想家。屋企人都有講下啦，咁中意做事，我講做事非常之好，行兩步可以翻入廚房，又可以做工，又唔使塞車，解釋俾個老婆聽，覺得佢都冇得好講啦。喺郵輪，工業化嘅流程並未導致口味嘅妥協，技術嘅投入、得力嘅管理帶嚟嘅係標準之上嘅口感。喺限制當中追求極致，令到每一位食客滿意。呢個正係不善言辭嘅羅師傅們一直嘅追求。